我今天终于吃到一顿正宗的关东煮了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巨难找，它就隐藏在日本浅草这个小巷子里。首先，它进门这个装修就很有日本这风格。进门的时候就是一位穿和服的小姐姐给你开门，这服务态度还是非常不错。看这老师傅就知道这家店不简单。首先，他就问我们要上一份还是先要上2份，这以防万一踩雷后，我们还是先上了一份试一试。首先上来的这份呢，就有魔芋丝、豆腐已经给你切好了，还有海带，还有一串这个螺丝肉。嚼着好爽啊！没有做这么大的螺丝肉。这里面的关东煮真是吸满了汁水。这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これは何ですか？これ。户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的师傅跟我说，这叫车麦，是大豆和小麦加工的一种。很好吃啊。我等次が一人前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接下来我们又点了第2碗，也不知道我今天这2000块钱够不够吃。这是一个白菜包肉，就是我们在便利店经常吃到的那种。这鸡蛋真的是入味了，怎么会煮得那么黑？不愧是老汤煮出来的关东煮，哇，这味道真是绝了。这里面还有一串一整只的章鱼，真的是太美妙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烤鱼翅，烤的火候刚刚好，就是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。这个一定要配上它这个萝卜泥一起吃。另外还特意追加了一份白萝卜大根，这个可是关东煮的灵魂。另外我们还点了一份他们这里的荞麦面，这个荞麦面是需要蘸着这个酱油吃的。吃完荞麦面的这个酱油呢，还可以对着它这个汤喝。就是面汤兑的那个酱油的味道。最后的这个牛肉才是重头戏，它煮的非常烂，我一口就能一个。另外还配了一块小面包，可以蘸着汤一起吃。它这个汤是关东煮的汤和奶油一块煮的，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。当然了，在最后的价格也是相当的不错啊！我以后还是吃便利店吧。为了给他剃毛，我们真的是全员出动了。这不是前2天带我家猫去看病嘛，发现它身上长了好多毛癣。最近呢，我就在网上研究了很多人发的视频，猫咪得毛癣了，到底要不要给它剃毛呢？最后还是决定先给它的猫毛给剃了。我在想，我一个人肯定是控制不住它的，所以还特意叫了隔壁的邻居过来帮忙。今天我就要跟猫当一次托尼老师。好在这猫还算是挺配合，首先尾巴就这样剪完了，尾巴就变成这种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身体部分了，这部分比较难弄，先给它戴个手套。这里注意一定要把它鼻子给露出来，不然就憋死了。然后就可以从后背开始推了。我从来没感觉到剃猫毛原来还能这么紧。天哪，这你可能咋样了呀？休息一会儿，我们继续。不错啊，专业的小组上手了。真的好像狮子啊，怎么没有看？现在的话，我们已经剃得差不多了，但是因为它是长毛猫，还有很多打结的地方，像这种打结的东西就非常难搞，只能就是一边喂它吃东西，一边给它剃毛了。哎，这种长毛猫真的是身上打了太多这样的结了。算了，直接来看看最终成品的效果吧。这是它以前的样子。两只小手板儿。这是它现在的样子。在日本跟团出去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今天一大早我差不多6点多钟就起来了，今天报了一个小团，准备去日本的伊豆半岛玩玩。哇，今天来的小姐姐们还是特别的多啊。我也得注意一下形象。现在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车上的导游跟我们说，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城西海岸和大寺山啊。我只知道那个大寺山是电影中里的名字那个陨石坑的取景地，网上的圖片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地方从东京开车过去需要3个多小时左右。前面这个凸起的东西就是大寺山了。ああ、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世界の端っこまで消えること好了，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啊！这个地方就太适合情侣打卡了，我感觉在这随手一拍都是大片。我这一次终究还是来得太迟，错过了你此后所有的故事。我的妈呀，这么高！我的慢点，这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。在日本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这个月的水电费一共是8000多块。前2天和家人视频，发现他们在国内过得还蛮不错的。跟他们聊了很久，说的都是我的个人问题。我告诉他们说，我最近想在日本做直播，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去谈恋爱。他们都说让我先成家再立业，可能是因为我是摩羯座的原因吧，把事业都看得非常重要。前2天发了一条做直播工作室的视频，然后也收到了很多网友和粉丝的不理解。有的人说我是年轻气盛，这里面的水很深，你搞不懂；有的人说看视频可以，让我买东西就算了吧；还有的人说你卖吧，反正我们是不会买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想试一试。我知道如果我转型做带货主播的话，可能会掉很多粉丝。但这就是我在日本的生活呀。从我2019年开始拍视频，就是一直在记录我在日本的生活，而我就是想单纯的记录我在日本的真实生活而已。不管是直播也好，生活也好，我就只想以最真实的方式去记录这一切。而关于那些说我年轻气盛不太看好我的粉丝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。这是一个日本的二手家居店，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。提前半个月给日本医院做了预约，今天球球终于迎来了他的绝育手术。一晚上的球球什么也没能吃，医生说他今天要做手术，所以说不能喂他东西，他饿的已经只能喝水了。来，球球进来，走吧，逃不掉的，球球，上来吧，上来。
尾巴收一收。哎呀，手拿开。毛说一说，太肥了，装不下去。出科了，球球。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，医生说绝育手术要进行1天。到医院门口还没开门，就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排队了。但在日本的宠物医院真是赚钱啊！到医院里面了，看得出来，球球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做手术了。大きくなりましたね、結構。で、3、4、5、睾丸が3個2つ。难道还有只有一个蛋的猫？はい。1個しかない子はいるんです、たまに。啊，好吧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たら、お昼ぐらいに手術して、夕方、迎えに来てもらいます。はい。我把球球已经放到医院里面了，医生说下午做手术的时候非给我打电话。突然间球球要变成公公了，感觉还有点舍不得。今天又和室友来超市买打折便当了。这超市啊，每天9点就是我们必打卡的一个地方。哎，到点的时候，这里的工作人员就开始贴打折标签了。先来一个大西瓜，再来盒米饭，再搞盒樱桃。这个炸肉饼直接就降了21块，烤鸡肉串也降了48块，这个便宜了80块钱。90块钱了，来一个吧。到了晚上，日本的超市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在打折。如果今晚卖不出去，这些东西都得扔掉了。哎，可惜了，我想买的牛排没有打折。算了，再来盒酸奶。哎，发现了这么精致的一盒便当，那必须得来一盒了。再来一袋青菜沙拉。我吃这个芝麻的，我要吃意大利的，吃芝麻的，那就多来。这每次跟室友出去买个菜都跟吵架似的。来看我们今天2个人吃一顿饭需要花多少钱？妈，你拿这么多筷子，我操！不用啊，我刷筷子。本次日本超市购物消费3174。我前2天在日本发现了一个口罩，挺有意思，它是没有这种袋子的，就直接贴脸上就可以戴的，就垫子直接贴脸上就能戴的那种口罩。不愧是女红巾。我看了之后呢，就感觉挺好奇的，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就给它买回来了，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好轻啊，这个口罩。这一个是多少钱来着？好像是这是100块钱一个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里面还有一张纸，多少钱？120块钱，看到没有？120块钱5个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在网上，哎，不是5个呀，我看的是5个来着，就只有2个里面。然后呢，他说是医疗用的材质，不用绳的话就耳朵就不会痛，3D 立体的，可以洗很多回，就这样子的口罩。它是贴的吗？这也太坑了，这不就是一个双面胶吗？这居然要卖我60块钱一个，戴上去看一下怎么样啊？3D 立体的，哎，这下面是空的，这下面的设计应该是吃东西的时候，比较方便一点，给它拿去洗一洗。好了，再来给它吹干。好了，已经吹干了，看一下能不能粘得起来。哎，可以啊。一个可以洗20次，2个可以洗40次，这还挺划算的。日本有一个那个画着牛头的那个店铺，就是那里面的东西是非常便宜，比业务示范里面的东西还便宜。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那个地方。你们看我这个车都多久没骑了？Later， 我们到了，就是这个店。以前留学的时候最喜欢来这种店来买东西。这日本居酒屋的那种烤串，直接拿去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猪脊这一盒才400多，这个是那个大骨，650块，40块钱左右。我要了。你家没有那个高压锅，你哪这个干嘛？那我家没有锅。再拿一袋鸡爪，这一大盒鸡爪是580块日币，40-50块钱左右。这么大一包鸡爪，这鸭子好贵啊，2000多，这鸭子太贵了。还有乌鸡一只是100块钱左右。再来一只乌鸡，这什么？哇，这个猪头是1280，70-80块钱。猪脚，哇，这一大一个猪脚才60块钱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跟排骨算是。这算了，没到。好，再来一包猪大黄。我们今天买了3个筐子。这就是我们今天采购的东西。今天消费9400，回家做好吃的去了，拜拜。